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红的频道。今天带大家来到西藏，一起探索西藏文化的瑰宝布达拉宫。布达拉宫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宫殿，也是藏传佛教的中心之一。它不仅是西藏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，更是一个蕴藏着无数神秘和文化内涵的地方。布达拉宫是西藏最著名的建筑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古老建筑之一。它坐落在拉萨市的一座小山丘上，是藏族宗教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，也是佛教的圣地之一。布达拉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初期，当时吐蕃王朝的赞普松赞干布决定建立一座佛教寺庙，以促进藏族文化和佛教的发展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，布达拉宫不断的扩建和改建，成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，拥有数千个房间和广场。在历史上，布达拉宫被视为藏族政治和文化的中心，各朝代的赞普和达赖喇嘛都在此进行政治和宗教活动。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圣地，藏族人民非常尊敬它，每年都有大量的信徒和旅客前来参拜和游览。除了其政治和宗教意义，布达拉宫的建筑风格和设计也非常特殊。它是一个宏伟的建筑群，由许多大殿、小殿、廊道和广场组成。它的建筑风格融合了藏族、汉族、印度、尼泊尔和波斯等文化，是一个极具文化价值的建筑。总之，布达拉宫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建筑，是佛教、藏族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。它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旅游景点，也是深入了解藏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好地方。布达拉宫的建筑风格和设计融合了藏族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。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，包括了众多建筑和广场。布达拉宫的建筑主要分为白宫和红宫两部分，其中白宫是宗教活动的场所，红宫是政治和居住区域。整个建筑群有多个大门，其中最主要的是迎宾门，也是最为宏伟的门户之一。布达拉宫的建筑风格以圆形和对称为主要特点，建筑物之间的连接方式也很独特，有很多弯曲的廊道和小道。它的建筑材料主要使用了石头、木材和青砖，外观颜色以白色和红色为主，而内部装饰则大多使用金色、银色和琉璃等材料，并镶嵌了大量的珠宝和宝石。布达拉宫的建筑还有很多特殊的设计，比如它的屋顶大多使用了金字塔形和凸起的设计，上面还镶嵌着铜片和金字塔形的尖塔，非常独特。此外，它的柱子和拱门也是很有特色的设计，有些柱子和拱门还镶嵌了珠宝和宝石，非常华丽。总之，布达拉宫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极具特色，是藏族、汉族、印度、尼泊尔和波斯等文化的结晶，是一个极具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建筑。作为佛教文化的代表之一，布达拉宫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，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让游客深入体验佛教文化的地方。以下是一些可能的体验： 1. 进行佛教礼拜。布达拉宫作为佛教的圣地，每天都有数百名僧侣在此进行佛教礼拜，游客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参加礼拜，感受佛教的氛围和神圣。2. 参观佛教寺庙汉塔。布达拉宫内有众多佛教寺庙汉塔，包括3大殿、13诺日扎寺、光明经堂、扎什伦布寺等。每个寺庙汉塔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，游客可以参观这些寺庙汉塔，了解佛教文化和艺术。3. 拜访珍贵文物。布达拉宫内收藏了大量的佛教珍贵文物，如佛像、经典、宝座、药师佛像、鬼子母坛等等。这些文物历经千年，都有着极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，游客可以参观这些文物，了解佛教艺术和文化。4. 与僧侣互动。布达拉宫内有很多僧侣，他们有着深厚的佛教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，游客可以与他们互动，了解佛教的思想和价值观。5. 参加佛教文化活动。在特定的时间，布达拉宫
会举办一些佛教文化活动，如佛教讲座、佛教仪式等等。游客可以参加这些活动，了解佛教的文化和信仰。总之，布达拉宫是一个极具佛教文化体验价值的地方，游客可以进行多种不同的活动和参观，了解佛教文化的深度和广度。布达拉宫是一个拥有众多著名景点的宫殿建筑群，以下是其中一些值得一提的景点。1. 白宫。白宫是布达拉宫的中心建筑，也是最高的建筑。它有13层，每层都是独立的，有自己的房间和祭坛。在它的顶部，可以欣赏到整个布达拉宫和拉萨城的全景。2. 大殿。大殿是布达拉宫的主要礼拜殿，也是最重要的建筑之一。大殿内部装饰华丽，墙壁上绘制有佛像、天使、神兽等图案，并且还有许多僧侣在此进行佛教仪式和礼拜。3. 小殿。小殿是大殿的一个附属建筑，内部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，如佛像、经典、鬼子母坛等等。其中最著名的是康熙皇帝所赠送的金银镜千佛像。4. 光明经堂。光明经堂是布达拉宫中最古老的建筑之一，也是最重要的经堂之一。堂内收藏有大量的佛经和经典，包括佛教4部经典和诸多佛经注释。5. 13诺日札寺。13诺日札寺是布达拉宫中一个著名的寺庙建筑，它有13个大殿和108个小殿，以及许多经典和佛像。它的建筑风格独特，据说是藏族建筑风格的缩影。6. 扎什伦布寺。扎什伦布寺是布达拉宫的一个重要部分，也是拉萨最著名的寺庙之一。它建于14世纪，收藏了大量的佛像、经典和珍贵文物，其中最著名的是高达14米的彩塑铜像。除了以上这些景点，布达拉宫还有其他值得一看的景点，如金刚座、3大寺院、2个莲花池等等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充分感受到西藏文化和佛教的深厚底蕴，并且体验到西藏独特的风情和美景。参观布达拉宫的最佳时间是从4月到10月，这是西藏的旅游旺季，气候较为温暖，天气晴朗，游客较多，有较多的旅游资源和设施可供使用。但是在7月到8月之间，西藏也会进入雨季，游客需要注意防潮和准备防雨装备。参观布达拉宫的方式主要有2种，自助游和跟团游。自助游适合有经验的旅游爱好者，可以自行安排行程、交通、住宿、导游等，可以较为灵活地控制行程和开支。但是自助游需要自行处理许多问题，如订票、租车、导航等，需要有相应的旅游经验和技能。跟团游是较为便捷的选择，可以由专业的旅游公司提供导游、车辆、住宿、餐饮、行程等一系列旅游服务，可以省去很多麻烦，并且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。但是跟团游需要按照旅行团的行程和安排进行，相对较为固定和限制。不管是自助游还是跟团游，都需要提前预订布达拉宫门票和订房，并且需要准备足够的高原防护装备，如氧气瓶、防风防寒衣物、高原药品等。另外，游客还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和宗教信仰，尊重宫殿的规定和禁忌，不要破坏宫殿的建筑和文化遗产。在这次旅程中，我们深入了解了西藏文化的瑰宝布达拉宫，感受到了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价值，欣赏了它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设计，体验了西藏佛教文化的魅力，并探访了它的著名景点。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旅途中，亲身体验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，探索更多令人惊叹的文化和风景。谢谢大家观看本影片，如果你喜欢本影片，请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